人的精神一旦你足够的强大，我觉得实际上一切东西可以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断舍离嘛，留下善念啊，不要留遗憾。给我的猫们找好下一波主人，然后再去见在乎的人一面。给儿子写一封信，我可能需要让他记着做一个善良的人。我相信这个善意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去繁衍、去延续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假如生命只剩3天，假如生命只剩下3天，假如生命只剩下3天，假如生命只剩下3天，你会做什么？我其实是一个对生命的态度的一个信仰者。其实这个电影在拍的过程中，我接受了又一次的洗礼。我是潘岩，是《送你一朵小黄花》的导演。对生死，对最后绝望中对希望的渴望，那种感情知道跟感觉到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你还要消化掉，然后再演绎给观众们，让观众们再感觉到。我是易烊千玺，饰演的是韦一航。因为孩子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很小心翼翼的，只为了能让他更加快乐的度过每一天。我是演员高亚麟，扮演的是这个孩子的父亲魏江。学会了珍惜，学会感恩，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内心的成长，其实也带给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力量。我在这个戏中扮演韦一航的妈妈陶慧。好了。OK。第一个。跟家人当面很难理智的做一个告别，信件的这种方式比较合适。陪伴父母，陪伴孩子，陪伴爱人，从此以后你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缕阳光，每一朵花，每一炷香，每一杯茶，就是让他们别难过吧。也许一个生命的逝去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要活在当下，不要到真正失去的时候，你才想去做一切事情，其实为时已晚。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银行，告诉家人把自己的密码，还有一些重要的物品，赶紧都托付，啊，以免这个将来给他们造成麻烦。对自己的家人呐，首先要有生活的保障。这个是给儿子写一封信啊，然后是等他18岁的时候打开。多写点东西吧，梳理自己的一生。拿出一定的时间要录视频、写信，能给孩子的人生某一个阶段、哪个时期会有什么样的困惑啊？有哪些心中的隐痛，哪些感悟，哪些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可能能成为别人的借鉴。需要让他记着，就是他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知道这个世界肯定避免不了有很多很阴暗的地方，短时间内是无法去把它完全给照亮的。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善意，我相信这个善意也会慢慢的传递给更多的人。给自己挖好坟墓，
第2件给自己打棺材，第3件给自己刻墓志铭，为自己写一段话当做墓志铭。我去了2次松阳去看熊顿的墓，他的那个墓碑上写着那句话，就是我们在肿瘤君的片尾上也写了一句话，就是我愿用微笑为你赶走阴霾。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其实他无形当中他在给记着他的人给予很大的一种力量。给我的猫们找好下一波主人，然后再去见在乎的人一面。约这些亲戚朋友亲人啊，给他们做饭，一起多聚一聚。跟朋友聚会，跟自己的朋友们吃顿饭道别。朋友可能不像家人，我们更能够面对面的去有这种道别的这种可能性。在我的一生当中，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浪淘沙，真正留下来的可以有心灵沟通和精神沟通的朋友，他真的比良药都管用。他会带给你很多的动力。第3个是写的是打电话，在这一生中帮助过自己人太多了。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施恩莫念，受惠莫忘，把感谢尽快表达，要打电话给那些自己曾经犯过错误或者对不住、伤害过的人。当然，能不能原谅那是别人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希望就是留下善念，不要留遗憾。再喝一杯酒，怀念一下青春。我现在把酒戒了。我拍完这个电影的我的转变之一，过去喝酒有一种心态，其实我觉得是有对现实的回避。拍完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我觉得有些事儿就是要面对，无论它难或者是简单或者是痛苦，因为在面对的过程中，你会获得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东西。去非洲，去北极，去南极，去旅游，看大海。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喜欢大海的，它可以让人产生敬畏心。在你很颓丧的时候，看大海可以让自己敞开。我希望我的生命是终结在路上，而不是在家里以免给这个亲人家人造成伤痛。我不希望去亲眼见到这些生离死别。然后做疯狂的恶作剧，选择去挑战一些比如说我一直想去做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蹦极呀，开这个越野摩托满世界飞，但是3天够吗？我就觉得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吧。看一遍我拍过的所有的电影，像我的成长日记一样，也在回顾了一遍，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历程。看一下自己的结婚录像，回顾一下那个特别傻的自己，翻一下相册，看一下照片，回顾我跟家人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吧。看一些自己没看过的电影书，让自己保留一点快乐吧。还有一件事是洗澡美容，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多余的一些物件是当捐则捐，断舍离嘛，也没有必要再留了。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个呢，第10个空白就是因为不知道了，可能还有很多。然后临走前1秒，自己终结自己，为自己拍一段录像，然后在追思会上用，其实也是肿瘤君的结尾。去寺庙，我觉得人生是需要自己有一个精神寄托和这样的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吧，让你的心灵能特别的放松和宁静下来的。真到那一天的时候，冷静的想想，这个可以留作填空，就把没有想到的把它写上，把删去的扣过来。删掉5件是吧？
5件。5件，可以不洗澡，可以不美容，可以不喝酒，可以不吃火锅，可以不去银行，钱财是身外之物，可以不录视频，也不用写信。其实没有什么排序，就是哪个最不太可能完成，或者哪个没那么重要，要有这2个考虑。非洲南极、北极3天肯定完不成，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极端环境的、极端自然环境的地方。然后给猫找主人和疯狂的恶作剧，这个也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实际。看看没有看过的电影书，我觉得这个首先可以扣过来。把自己多余的身外之物捐掉，这留给别人做也可以。告诉家人密码、重要物品，我觉得写日记里也行。挑战曾经没做过的事情，不做也行。打电话给曾经帮助过的人，这件和这个对不住的人合并同类项。那我就先把我喝一杯酒怀念青春这事儿删掉吧，然后看一遍自己拍摄过的电影也可以删掉。那我把看大海也删掉吧，把跟朋友吃饭也删掉吧。其实我现在保留的原则就是跟家人的相处是不能够去删除的。写一段话我也删掉吧。好，5件。去3件呐，和朋友聚会吧。3件呐，哎呀，这3个是一体的。陪伴爱人吧。孩子去寺庙。3件，空白删掉，旅游删掉，打电话删掉，2件，约家人聚和写日记。这3呗，给自己挖坟墓，给自己打棺材，给自己刻墓志铭。不需要，有没有都无所谓。那我就果断的去把看结婚录像删掉，因为这个事儿只与我的感受有关。然后录一段录像也删掉了，看照片，家人的照片也删掉。然后我留下给家人写信和给儿子写一封信。选1件，哎呀，最想做的，其实这2件都很重要。这2件我都想做。这上来你就整这个，你说这妆都白化了。如果必须让我做这个选择的话，那我肯定是还是保留给家人写信，然后我是一个山东人，从小就在这个老一辈的人口中非常自然的就经常会听到孔老夫子说什么，孔老夫子怎么说，家人的这种概念都一直是很强的，最想做的那只能剩这1件，多给予嘛，约家人一起聚聚，因为人活着好像就亏欠太多尤其做我们这一行，所以陪伴很少，可能这是最后唯一可以做的。如果是3天长时间的话，那肯定这个会更比较实际一些。那就，其实它是代表我的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个希望吧。就像那个今天早上学的那个歌词说，只要你相信我，你就可以到达你所有想去的地方。实际上，人的精神一旦你足够的强大，我觉得实际上一切东西可以都是身外之物，好多东西都是无所谓。
假如生命只剩下3天，假你如生命会做什么？假如生命只剩下3天，我写不到时间不知道能写满时间，抽不出时这间。 3天中能干啥事儿啊？2020确实是非常非常这个特殊的一年哈。近代，为数不多的一次全世界给摁了一个强行的暂停按钮的这样一个年份。2020年我没有什么非常极端的情绪，想要不要发生的可能就是疫情吧。很无奈、很沮丧的是，我们已经到了21世纪，已经到了2020年，一个那么微小的病毒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完全停摆。但是其实我反过来去想，这种突然的停滞，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放慢了脚步。很多人在疫情期间能难得的陪伴家人，真正的在家里感受生活。它让更多的人有了思考时间，去重新来审视自己，从家人到朋友到陌生人，一点点小小的善意的传递，哪怕是一个谢谢，一个你好，那每一个人就是这种正能量和爱的传递，它是会迅速发酵。提醒所有人要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要积极的生活，使每个人内心更温暖了。等有一天疫情过去了，我们要把这种改变留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每个人都送自己1朵小红花，奖励自己在2020年的消对苦难的这种态度。一定要奖励坚强面对生活的你，而且你还把这朵小红花要永远的带在你的身上，每一天每一年，你都要奖励自己，鼓励自己。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获得治愈的能量，踏上2021年的征程。2021年，希望咱们电影能得到好的反馈，能被大家喜欢。希望后面的工作一切都顺利。我希望2021年，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让我们多爱爱自己，也多去爱爱身边的家人、亲人以及陌生的人，不吝惜任何一点点的善意，把它传递出去。送你一朵小，必须是6瓣吧，66大顺花。2021，我要送你一朵小红花。2021，我要送你一朵小红花。2021年，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奖励你有勇气